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我想很多人心里都有的感觉，就是在这个 AI 每天都在光速进步的时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要怎么面对心里那种压力，然后还能保持从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本专属于你的心理韧性指南。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每天眼睛一睁开，又有新的 AI 工具了，又有新的专有名词跑出来了。感觉自己就像在跑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一直追，一直追，超怕一不小心就被甩得远远的。跟你说，如果你有这种被科技追着跑的感觉，放心，你真的不孤单。其实你心里那种感觉，在心理学上是有个专有名词的，就叫做科技压力。简单说，就是我们在学、在用这些新科技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很烦、很焦虑，甚至觉得整个精神都被掏空了。所以，如果你觉得心好累，真的，这不是你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大家都要面对的一个共同课题。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超有趣，但又有点违反直觉的概念，叫做效率陷阱。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都觉得用了 AI 工具就应该马上变快，马上省时间，效率爆表？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你看这个数字，可能会吓一跳。有研究发现，那些很有经验的员工，在刚开始用 AI 来帮忙之后，他们完成工作的时间，你猜怎么着？平均下来反而多了19%。你没听错是增加了19%，不是减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其实就在这里。你看，我们的角色正在悄悄地改变。以前我们比较像是执行者，就是自己动手从0到1把事情做完。但现在呢，我们更像是一个编辑或是一个导演。AI 把初稿给我们了，我们的工作变成去审核、去修改、去下更精准的指令。你想想，这个转变需要的不是蛮力，而是策略性的思考，所以一开始会花更多时间，这完全是正常的啦。那既然心这么累，到底该怎么办？解决方法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哦。我们先不要谈什么高深的技巧，我们要先回到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生理，一个叫做身体预算的概念。这个身体预算的比喻是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雷特提出来的。我觉得超赞。他说，我们的大脑就像是身体的财务长 CFO， 他会不断的去计算、去调度你全身的能量，来应付你接下来要做的大小事。不管是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还是要花脑筋去学一个新的 AI 软体，都需要它来拨款。你想想看嘛，当你的身体预算透支的时候，就跟户头里没钱一样，会发生什么事？你会觉得很烦、很焦虑，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事都做不了。但反过来，如果预算满满的，你就会觉得哇，精神超好，思路清晰，感觉来吧，什么挑战我都能搞定。这两种感觉，你一定都体验过吧？所以重点来咯，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你不可能在一台快没电的电脑上跑很复杂的软体嘛。这意思就是，我们后面要谈的那些什么调整心态转念这些比较高阶的心理技巧，前提是你身体的电要是满的，身体都没电了，你叫心态怎么好得起来，对吧？好，那问题来了，要怎么帮我们的身体存钱，增加这个预算呢？你看，方法其实很具体，把睡个好觉当成你最重要的基本存款，这是根本。然后呢，规律运动和均衡饮食就是报酬率超高的策略投资。再来，好的朋友、家人关系就像是存进户头的一笔一笔社交存款，让你心里暖暖的。当然啦，也要记得节流，少碰那些会乱花钱的咖啡因和糖。OK， 当我们身体的电池充饱电之后，就可以来升级我们的心智软体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很厉害的心理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改写脑中那个关于 AI 的充满焦虑的剧本。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工具叫做认知重构。先说这不是叫你硬要在那边正向思考、催眠自己，不是的。它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策略。核心概念很简单，就是去改变你对一件事的诠释或看法。只要看法变了，你的情绪反应自然就会跟着改变。这个技巧我们可以简化成一个超好记的口诀，就是捕捉、检查、改变。
第一步，当你捕捉到脑中飘过一个念头，像是完蛋了 ，AI 会取代我的时候，先停。第二步，检查一下这个念头，它真的是100%正确的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最后一步就是主动去改变它，帮自己换一个更有力量、对你更有帮助的新剧本。你看，这就是一个超棒的新剧本范例。与其想着 AI 是威胁，不如把剧本改成太好了，这个工具可以帮我处理掉那些我最讨厌的杂事，这样我就可以把时间和脑力专心用在更有价值的策略思考上。你看，光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叙事转变，就能大大降低你大脑的恐惧感，把那种无力感变成一种掌控感。好，除了刚刚那个比较需要动脑的认知重构，还有一个更快、更简单的工具，就是直接帮你的情绪贴上标签。我知道哦，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它的效果真的会让你吓一跳。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其实很有趣哦。研究发现，当你能够很精准地用语言说出你现在的感受，比方说，就只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感觉到很焦虑，光是这个动作就能够让我们大脑里负责恐惧的那个中心冷静下来，然后让我们负责理智思考的那个部分重新开机上线，很神奇吧？好的，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了生理的基础电量，也有了心理的编辑工具。那最后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些内在的改变落实到外在的行动上。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才能真正从一个被动追赶的人变成一个主动学习、拿回主导权的人。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辛苦存下来的身心预算，就一定要建立起具体的防线。比方说，设定清楚的数位边界，给自己真正的离线时间。勇敢一点，下班后就把工作的通知给关掉，抵抗那种无孔不入的科技入侵。还有，在别人提出新要求的时候，建立一个缓冲区，不要反射性的就说好，先给自己一点思考的空间。这张图就把我们的最终目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去学会用几个新工具而已，我们真正要完成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心态转变。也就是从一个觉得自己像受害者，每天被恐惧追着跑的被动追赶者，变成一个能够跟科技一起跳舞，由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决定的赋能学习者。好，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谈到的这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第一是打好你的基石，也就是管理好你的身体预算。第二是调整你的心态，用认知重构这个工具来改写你的想法。第三是拿出具体的行动，用清楚的边界来保护你的资源。你看，基石、心态、行动，这3样东西是环环相扣的，一个都不能少哦。所以最后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思考了。对你来说， AI 到底是一个让你焦虑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可以让你变得更强的合作伙伴？请记着，答案从来都不是由科技决定的，而是由你怎么看待它，怎么跟它互动来决定的。这个选择权始终都在我们自己手上。